前几期的影片呢，小南分享了降头术的可怕。这是一种神秘的巫术，可以害人，也可以救人。然而，在马来西亚的槟城，有一位人称“鬼王”的降头大师，传闻他是一位法力高强的降头师。他说了，只要有钱收买人命，甚至是对自己的亲人下降头这样的活他都愿意做。那今天小南就带大家看看这位槟城鬼王是否有传言中那么厉害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在槟城市郊一个人很少的村落里，其中一间居民住家的大门屋顶上挂着一幅黑白的照片，照片中是一个年轻少女，仿佛在默默地看着你。根据当地居民说，如果你够胆量凝视这位少女，她不但会向你微笑还会向你眨眼睛。而这张照片的所在地便是槟城鬼王阿增法师的神坛。光是这样的门面听起来就让人捏了一把冷汗试想象下，如果你一个人经过他家门前，在夜深人静的小路上，突然你感觉有人在凝望着你，当你回头一看，会发现身后除了街灯射出的淡淡黄光外，根本就没有人跟着你。这时你抬头发现到他家屋顶上的黑白女子照，应该会吓得腿软吧。这照片中的女子年龄呢，大约20岁，样子虽不算花容月貌，也可以说是眉清目秀，正值花样年华的少女，为何她会英年早逝呢？并且死后的魂魄会附在照片中向人微笑呢？原来那个女子是为了情自我了结，可能是冥冥中注定，鬼王在无意中发现她无家可归，便把她带回家供奉。可能是还有心愿未了吧，所以她也不去投胎。据说她对这看她的人眨眼了，意思是如果你诚心问她有关姻缘的问题，她会以笑或眨眼来表示会帮忙请求者，也代表他们姻缘有望。如果没有反应，就表示他不会帮了。曾经也有法术高强的师傅看过这张照片，他说照片充满强烈的阴气。外形瘦削、满身刺青的鬼王阿增法师，外表看起来虽然普通，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，却散发着一种诡异感。这种感觉是来自于他身边大大小小上千只鬼仔的塑像。据悉鬼王身上的刺青是逐渐增加的，这也表示他学习到的法术越多，刺青就越多。脸上的符咒呢，是近这几年才刺的，能够24小时贴身保护自己不被鬼魂侵犯。那从鬼王身上的符咒刺青来看，这位法师在巫术和养鬼的技术都非常高深。尤其他修炼鬼仔灵童的能力比一般的法师还高。然而槟城鬼王声称他是有着非常不开心的童年，才会造就今天的他。小时候呢，他身患重病，家人觉得他是负担而遗弃他，也不理他，就这样让他自生自灭。当时的他不明白家人为何会这样对待自己，在差不多脚踏鬼门关的时候他只好向天神及鬼神祈求，如果谁拯救了他，他可以奉献他的一生。结果是魔鬼令他远离疾病，健康成长，因此他便走上这条鬼王的不归路。至于为何是魔鬼救了他呢？根据小南网上查的资料就没有详细解析了，所以这部分呢是有点不解的。也许是魔鬼在拯救他时现身，并报上了自己的大名吗？鬼王的房间内堆满了不少小鬼的塑像以及亡灵的照片，这些大多是他的降头对象，但他对这些目标完全是不了解的，也不想了解，因为对鬼王来说，知道委托者及受降者有何深仇大恨是没有意义的。谁给他钱，他便为谁做事。同样的，照片中这个受降者如果肯给钱，也能反过来向他的对头人下蛊。据说只要6000多港元，也就是相当于约3000块马币，这位鬼王便可以为人卖命买命。
3000块马币虽然不是什么大数目，但在槟城郊区也算得上一笔可观的金钱了。因此呢，这类法师呢一定会暗中修炼一些凶恶的灵童，因为鬼仔的戾气越重，能力就越高。但一旦灵童的力量超越法师时，便可能会出现反常的行为。所以法师除了不断修炼外，也会借助符咒来镇压灵童，但稍有一个不小心，就会有赔上性命的可能性。于是许多法师就干脆把符咒刺在身上，让符咒可以24小时贴身保护。根据槟城鬼王说，一般给男人下的降是虫降，是一种混合了降头及虫降的巫术，基本会用上蛇、蝎、蜘蛛等毒物自炼而成，能令人死于非命；而降则可控制人的意志，重则可产生不同的幻觉。其中最通俗的黑寡妇虫降，中降者表面上会出现发热、口渴之类的症状，即使喝下很多水，直到肚子大到无可再大的地步，也要不停喝。另一个症状是中降者会变得爱吃生肉，由于吃下肚子的生肉可作为哺育虫卵的食粮，最后肚内的虫一天天长大，便会慢慢腐蚀其人的内脏，这时候便会感到肚内传来痛楚，但求医时找不到病因。而在大约3个星期的时间里，中降者体内的器官会全被吃掉，生命也因此而结束。时下许多年轻男女都喜欢在身上纹上有意思的图案，但如鬼王的刺青，除了有形之外，还有驱邪之用。不过如果错纹了鬼画符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可能会反被鬼整蛊或缠身的。然而槟城鬼王不仅是个玩鬼高手，同时也是个纹身师傅，但他为顾客纹身的技术并非现今所流行的一些新式方法，而是以传统的竹枝加铁针，一针一针的刺在身上，也会加上些颜料。当然，这类古法纹身并不是一般的潮流花纹，而是一些护身的符咒。这些符咒有辟邪请神的作用。当鬼王为顾客纹完身后呢，便会在此人身上过法，让这个纹身图案开启护身作用。这点就类似于我们所谓的开光。那么在皮肤纹上符咒是否有作用，至今为止还是个谜，信不信由你啦。但可以肯定的是身上有这类纹身图案，不要说鬼就算是人见到也会有3分避忌，你不会想要去招惹这个人。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法术，鬼王的秘密降头法坛平时也还会做一些爱情降、招财、守财，甚至提升个人魅力的法事。不但如此他花了3年时间开光的女鬼佛牌也是蛮骇人听闻的。因为这面鬼牌用的材料是这女子的骨灰、坟土以及其他一些她所拥有的厉鬼骨灰，所以这个鬼牌的价格据说要5位数马币。总的来说呢，虽然鬼王的法力高强，能做到的事情也非常多，可是在当地的评价却也非常两极化。有的人非常佩服他的力量，封他为鬼王，但有的人却认为他可以为了钱六亲不认，甚至他曾经表示，只要金额让他满意，对妈妈下降头也不是问题。有人觉得这样实在太过分，因此称呼他为人渣法师。那么在你看来，你觉得呢？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。小南的频道呢，终于突破5万的订阅数啦！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订阅小南频道的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其实有什么故事想要我说的，也可以留言。不过有一些的资料真的太少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做。那我会尽力的。然后也很谢谢我的一些男粉，就是每次一上新的影片就会看到他们我几乎都把他们记住了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，各方面也是努力调整中啦。那还有许多影片也加了英文字幕，那只看中文字幕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点击这里关闭英文字幕哦。最后，小南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更新3支影片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，么么哒。